我是宝儿，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平时的日常妆，那么我们开始吧。第一步，涂护唇膏，因为有时候会有干纹还有死皮，所以你在上妆之前呢，先涂这个护唇膏的话，等一下你上的唇呢就会很丝滑。眼下的位置我通常都会比较就是用按压的方式，然后用鱼粉算是鱼膏，然后带过眼睛而已，所以我比较着重的会在我的两颊这边会多一点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它有分颜色，然后我选的是比较浅一点点的，比我的肤色可能再浅一点点而已，这样子看得到吗？一点点，这样子等一下你推开的时候就会很自然，而且它的膏体啊，不是那种很湿，然后也不是那种很干的，它是刚刚好，就是很完美的一支遮瑕膏。我个人认为，你在那个就是鼻翼的两边这边可以使用一点，还有你的下巴，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暗沉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点一下，提亮。因为我觉得日常的妆嘛，你就是要你的气色要好，所以那些暗沉的地方可以稍微的遮一下。一般呢，眼妆都会选择比较大地色的这样子，就感觉不会出错，然后比较日常，最浅色，先打底，然后选一支毛梳子比较软一点的，也是做少量多次这样子堆叠，这样子确保你不会下手太重。这样子第一层的这种浅色系的，就是像打底膏的概念，然后打一层底。这个颜色，只要选这个，有点咖的这个，我会从眼尾这边往内慢慢的打圆的方式往内推。我是用鱼粉扫到眼头的位置，所以它就会看起来很自然，就这样一点点。因为日常大家应该也不会想要画的太浓之类的。这边也是从眼尾这边往眼头的位置。我这样子打圈是为了让它模糊它的交界线，让它不会太死硬，不会有太一坨在那边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没有一定的真的步骤，或者是一定的需要用到什么高级的化妆品啊，或者什么的，只要是你觉得适合你的，然后它是好上手的，它就是最好的化妆品。然后剩下来的这个鱼粉，我会用在眼角下面这边，眼尾下面才对。然后也是用打圈的方式扫一点，而且它现在上下是做同色系，我都也会再堆叠一个眼尾的另外一个颜色。那我今天想要加一点橘，也是这盘最下面这个橘色。大家不要看它那么橘，你只要用量不是很多，其实真的还好。还是我们化都很浓的感觉啊，我们已经习惯通告的妆了，所以我们的妆会不会就是人家的浓妆啊？因为是日常的关系，所以我今天选的颜色都是哑光的，然后没有带珠光。珠光感觉有点要去表演，跟开 party 那种。我堆叠了一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这边是有堆叠一个颜色，橘色，这边还没有堆叠，这样。那化妆感觉就很像在脸上画画一样，很像在直接在眼皮上做调色盘。它今天搭配不一样的颜色，就会变出不一样的效果。女生这样子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真的是一件自己会很开心的事情哎。好，我的眼影已经好了。它呢是每次转出来，它是就转不回去了，所以你一定要小心。通常呢，我会把它画在我的内眼线，这时候你要把你的眼皮翻起来一点，这边。它就会让你比较有神，你的睫毛就不会有空隙。如果你的眼距比较远一点的话，你可以往前多画一点，这样子你的眼距就会比较靠近。就我们的妆就是在改变你的五官的一些位置，可以利用这些妆来改变。这一支睫毛是 Shiseido 的假睫毛的，这支我真的是回购了蛮多次的。真的是蛮好用的，而且我以前其实不太会夹睫毛，后来有抓到一点诀窍，就是你一定要非常贴近的眼皮，然后呢用力一夹，接下来你的手要往上扳，边夹边离开你的睫毛，这样子你等一下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翘的睫毛了。而且如果你觉得你的睫毛很直的话，其实你可以多夹几次，不然你就可以选择那种烫睫毛的。烫睫毛真的是很好用，就像这样，该看得到这种差别。看，这边的很翘，然后这边是没有。我会把另外一边夹好再刷睫毛。睫毛是每个妆容的灵魂，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因为你眼睛要有神，你整个人就会散发出无比的自信。我也觉得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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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用，也是无限回购了很多次。也是用这种励志刷法，慢慢的刷上去。励志。而且我觉得化妆应该是需要考验耐心的一件事情。刷了一遍之后呢，我觉得在睫毛的尾部再加强一点，因为不管是纤长还是浓密的，其实它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带有一点纤维，所以你在你的眼睫毛尾部再多刷几次的话，它其实就会感觉变长变翘这样子。那我今天就只有刷睫毛，没有在就是穿什么防水雨衣啊那一种。拿出一个万能小夹子，这时候大家想说，你要这夹子干什么啊？这个夹子它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呢，把你的睫毛可以抓成树状。有一些睫毛其实会不听话，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夹在一起，睫毛就会比较有毛束感，而且我会顺便把那种多余的睫毛膏带掉，让它比较不会有蟑螂脚。然后现在就是呈现这样有毛束感的感觉，而且这样你也不用去买一根一根的假睫毛，你自己就可以用那种小夹子，这样夹出毛束感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们上面已经涂了蛮长的了，下面我就会轻刷带过就好。就是因为上下都比较浓的话，会让人家感觉我要去表演了，所以我就轻轻刷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也是觉得很好用，但是我已经没有再削了，没时间去找他们削。现在呢，很流行那个野生眉嘛，所以我前面的部分会照着我的毛流往上，这边也是，我会先取出它一个大概左右一个对称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就会跟着我的毛流走动。而且虽然说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是有跟化妆老师一起就是上过化妆课，可是因为化妆这种东西，妆容每一年它其实都是有一些改变跟变化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再去研究它，或是再持续进步，其实就会比较跟不上。但如果你觉得那个妆很适合你的话，其实 OK， 除非它是那种现在流行的，比如说野生眉这种，以前就不流行嘛，但现在就突然流行了。这边也是，我也是就是比较自然，我没有去画的太硬，然后太眉峰太高或是什么，就是照着我自己的毛流这样刷它而已。然后我是选了一个比较接近我发色，大家那个眉毛可以选接近自己发色的眉笔，这样才会比较自然。化妆这种东西，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大家好像都很厉害，然后画一步到位，不可能。那些可能就是真的化妆师吧，但是我们就是凡人啊，我们就是要左右看左右看，然后边对边对，这才是正常的人们。因为每个人的眉毛其实高低不一样，我自己其实高低也是不一样的。那可以用透过化妆的方式，尽量的让它平衡。这是我的眉刷，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拥有一支眉刷，因为呢，你有时候画眉毛嘛，就会比较死板、比较硬，这时候眉刷呢就会让你综合掉你刚刚那些笔触，你就会让你的眉毛感觉很柔和。但是要小心，因为你可能会刷过太大力，然后把你刚才画的都不见，所以你那个力度要掌握一下。那我今天就是这样，比较自然一点，没有什么过多的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日常妆，除了你的眼神就是要干净，然后要有自信这种，再来就是你的气色要很好。所以我通常就会这样子轻轻的刷过，然后刷在这边。我今天是刷比较偏高一点的位置，就是你的苹果肌，然后靠上一点，这样。我觉得也是蛮好用的，里面已经碎裂了。因为我刚刚大家应该发现我没有做定妆的动作，因为我在中间其实还可以再做更改，因为你一定了其实就比较不好更改了。当然也可以就是画完底妆的时候就定，就看个人的习惯。这个粉一上去，感觉就整个人打了柔焦了，一边就感觉很像比较韩国那种光泽肌，一边就是日本那种陶瓷肌。有人就是喜欢那种水感的也有，有人喜欢这种雾感的也有。我个人好像比较偏向雾感，因为我觉得水感的对我来讲比较，有时候出油的时候真的是蛮油的，整个人像掉进油坑里面。这一块的粉质我真的是很喜欢，你可以上在你的这种鼻子的这一段比较高的位置，不要上太多，上一点点就好。然后还有的眉骨，这边可以上一点，这样会让你整个人的轮廓感觉很立体。这个颜色，我通常是会做这样子打圈一圈，然后这样慢慢的、轻轻的扫过。
只是让有一点点轮廓线就好。因为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双下巴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所以这边也可以来一点。因为我刚才上的是润色的，已经有一点带颜色，是做粉色，所以我只会涂在嘴巴的中间的位置。然后呢，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按压，点开它呢，中间就这样的橙色。好，那我今天妆就完成啦。那今天我的妆，我的日常妆容就是完成了，所以长这个样子。然后换好衣服，然后头发上了一点微卷，其实也没有要干嘛，这就是女明星的日常，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对，这就是我日常的妆容。然后其实打扮，我觉得通常都不是为了谁，是为了自己。女生打扮好自己，就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其实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打扮好自己，然后漂漂亮亮的，我心情也会觉得很好。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学一些里面的小步骤，希望我帮到你们。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留言、按赞、分享，还有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